夏西瑶，签了离婚协议，这8个亿就是你的。3年了，你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们陆家要的是能开枝散叶的媳妇儿，不是摆设。这8个亿算是补偿你的青春，你不亏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和景深是真心相爱的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离婚可以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对外只能说我们感情破裂，和平离婚，不许提第三者，不许提她怀孕。第二，陆家婚后送我的首饰衣服，我一件都不带走。第三，陆景深必须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。不行，凭什么让景深送你？景深，我心口疼，孩子好像在踢我。你可以不送，那明天各大媒体就会收到一份材料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：陆氏总裁婚内出轨秘书，未婚先孕5个月。送景深，你送他去机场，拿着吧，8个亿够你后半辈子挥霍了。西瑶姐，谢谢你成全，以后陆太太这个位置我替你做好。顾雨桐，你不知道，你们陆家花8个亿赶走的是陆家真正的血脉，还是一对龙凤胎，而你肚子里那个能不能姓陆还两说呢。雨桐啊，好好养胎，妈就等着抱大孙子了。沈曼云、陆景深、顾雨桐，今天你们怎么把我赶出来的？来日我就让你们怎么跪着后悔。我陪你进去办登记。这是我的私人附属卡，没有额度上限，你拿着，以后不管在哪儿，缺钱了随时可以刷。陆景深，8个亿已经买断了这3年，我们两清了，你的钱我1分都不会再碰。西瑶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开你的车。我陪你进去办登记。不用，陆景深，送到这里就是终点了。对不起。可惜，愧疚这个东西最不值钱。秦律师，离婚手续办完了，钱到账了，8个亿，1分不少。夏小姐，这笔钱您打算怎么处理？开一个信托账户，受益人写2个名字。我肚子里的孩子，1男1女，龙凤胎。您怀孕了，陆家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这8个亿全部存进孩子的账户，您的团队负责打理增值，每1分钱都要花在孩子身上。明白了，法国那边的别墅已经买好，医疗团队也联系好了。航班，宝宝们，妈妈带你们走，以后的日子，妈妈一个人也能把你们养大。沈曼云，你日思夜想的陆家血脉就在我肚子里。你花8个亿，亲手把他们赶出了国门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家。夫人，1男1女都非常健康，胎心有力，发育正常。我到了，一切都好，别担心。夏西瑶，你走这么突然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婉晴，我离婚了，我怀孕了，是龙凤胎。陆景深真不是人，沈曼云那个老钱婆，我现在就去撕了他们。婉晴，别急，好戏在后头。总裁和秘书真爱无敌，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看来早就好上了。
所以前妻是3年生不出来才被换的吧？这群网友瞎了眼，明明是小三上位，还骂到你头上来了。夕瑶，你就打算这么忍着？婉晴，你知道豪门最怕什么吗？最怕血脉出问题。沈曼云那么宝贝顾雨桐的肚子，是因为她以为那是陆家长孙。那如果有一天，她发现真正的陆家血脉是被他8个亿赶出门的呢？夕瑶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等一个合适的日子。世界上没有这么巧的偶遇。秦律师，我被人盯上了，至少1个星期了。对方很专业，只远拍不接近。我马上安排人。这几天您千万别出门。别怕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人的镜头碰到你们。说吧，谁雇的你？别拿空壳公司糊弄人。陆金深，他让你盯我什么？只拍远景，不准靠近，不准接触，不准打扰。每周1份报告，只需要3项：他住的好不好，吃的好不好，有没有人欺负他。他要是缺钱、生病、出事，第一时间汇报。最后一条，备注栏里有一行字，是委托人亲自加的，别让他发现。他这个人报喜不报忧，摔断了腿都会说自己好得很。陆景深，你这份心意是打算恶心谁？愧疚就是这么便宜的东西。他不耽误他娶别人，只耽误他睡觉。派个侦探拍几张照片，确认我过得挺好，他就能安安心心的当他的新郎了。你的报告里提没提过我的身体？您每次出门都穿大衣，我只敢远拍。报告里就写您天天画画、散步，气色好。夏小姐，报警吗？证据齐全，他跑不掉。不报警。周先生，你现在有2条路。第一条，我们报警，你在法国吃官司，这一行也别干了。第2条，你继续给他发报告，照片我们提供，内容我们过目，报酬照拿，我另补你1份。夏小姐，您这是要借我的手为他消息？聪明。本周状态良好，日常画画、读书。周末去尼斯短途旅行，心情不错，气色很好，体重稳定。夕瑶，你太损了！他花钱雇人盯你，盯来盯去，盯的全是你写的剧本。不过说真的，他要是一点不在乎你，也不会干这种事儿。你就一点都不心软？婉晴，当初8个亿拍在我脸上时，他就没站出来。他现在这点好，是补自己良心，不是在乎我。再说了，他这条线留着有用。婚礼前装够岁月美好，那天的礼物才够惊喜。景深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工作。夏曦瑶，你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找到你。夏小姐，出大事了！陆先生他本人明天到巴黎，他跟公司报的是欧洲商务考察，只带了1个助理，但是我托人看了行程单，最后一站是您这个镇。
他不能见到我，一眼都不行。他到镇上了，一个人，助理留在了巴黎。他去了画材店。画材店，我周报里写过的画材店。他在店里站了很久，买了一盒颜料。老板娘说，他指着您常买的那个牌子，比了个一样的手势。他现在在湖边，坐在长椅上，雪很大，他没打伞。他是照着报告来的，把我这1年岁月静寒的日子一站一站走了一遍。夏小姐，她往别墅方向去了。那年的雪和今年的雪一样大，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下楼了。西瑶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里面，你别出声，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在。下个月我要结婚了，我知道我没资格跟你说这个。这1年，我总是梦到机场那天。你拉着行李箱进去，玻璃门关上，我在外面站着，我每次都想追进去，每次都迈不开腿。报告里说你很好，天天画画，气色很好。我看了，比什么都高兴，又比什么都难受。陆景深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嘴里这份很好，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给你看的。真实的我，孕吐到脱水，半夜抽筋疼醒，一个人躺在产检台上听2个孩子的心跳，你不配知道。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亲眼看一眼你住的地方，看到院子里有花架，有画架，你过得比在陆家好，我就放心了。门口柱子上有个盒子，是你落在家里的东西，都是你自己的，不是陆家的。我记得你的规矩。知道了，妈妈没糊涂。对不起这3个字烧得最快。夏小姐，委托周终止了，陆先生撤了单子让我回国，他就交代了一句话，不用再发了，让他安安静静过日子吧。知道了，这是他做过的唯一一件对的事。他都找上门了，站了1晚上雪，你就真的一眼都不见？见了说什么？祝他新婚快乐。婉晴，我肚子里揣着他的孩子，他心里揣着别人的婚礼，这一面见了脏眼睛。他血液里的一句对不起，换不回书房里那支铅制笔。我等的从来不是他的道歉，我等的是一个日子。西瑶姐，睡了吗？有事儿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景深前几天去法国找你，你见到他了吗？西瑶姐，你别误会，他不是忘不了你，男人嘛，总会对过去有点愧疚，就像养过一只猫，丢了之后，也会偶尔想想他现在有没有饭吃。但想归想，猫终究是猫，
家里的人才是人。顾雨桐，你一大早打电话过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你很怕。我怕什么？怕他来见我，怕他站在我门口一晚上，怕他心里还有我，更怕你肚子里那个所谓的陆家长孙拴不住他。夏西瑶，你少自多情。景深要是真在乎你，当初就不会让我怀着孩子进陆家。他要是真爱你，就不会签离婚协议。你现在躲在国外装清高，有意思吗？他马上就要娶我了，我才是陆太太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才是陆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一个真正稳赢的人是不会半夜打电话来宣示主权的，他越急越说明他心里虚。顾雨桐，你知道吗？陆太太这3个字我不要了，你捡走，我不心疼，但是你最好坐稳一点，别哪天发现那个位置不是宝座，是火坑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你一句，豪门最看重的东西从来不是爱情，是血脉。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景深的，他亲口承认的，沈夫人也认。你一个被赶出门的前妻，拿什么跟我比？那就祝你婚礼顺利，孩子平安，以及亲子关系永远经得起查。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没谁，一个广告电话。手机给我。景深，给我。西瑶，他给你打电话了，说了什么？景深，我没有，是他先刺激我的。你闭嘴。西瑶，对不起。陆景深，你管好你的未婚妻。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介意把这通电话录音发给媒体，让大家听听陆氏总裁的新娘是怎么半夜给前妻打电话宣示主权的。西瑶，我没有让他。你让没让不重要，他能拿到我的号码，能知道你来了法国，能知道你站在我门口，这说明你身边的人早就把我当成了他可以随便踩一脚的东西。陆景深，我离开陆家不是为了继续被你们恶心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不是因为顾雨桐，是因为刚才陆景深那一声细摇。曾经，我多喜欢听他这么叫我。那时候我以为这个名字从他嘴里喊出来就是一辈子，原来不是。原来一个人可以一边叫着你的名字，一边护着别的女人。妈妈知道，妈妈不会回头。景深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他明明已经拿了8个亿走了，为什么还要缠着你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打个电话问问怎么了。顾雨桐，你以后不许再联系他，也不许再查他。你为了他凶我？我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婚礼在即，我不想再出任何事。所以你还是要娶我，对不对？景深，景深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和孩子不能没有你。早点休息吧。夏西瑶，你都走了，为什么还阴魂不散？没关系，婚礼马上就到了，只要我顺利嫁进陆家，只要孩子生下来，一切就都定了。真是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婚礼那天，按医生给的预产安排，正好是我家龙凤胎的满月，而顾雨桐那时候也快到预产期了。她挺着临产的肚子办婚礼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她肚子里的是陆家长孙。好啊，那我就送一份大礼。秦律师，启动第2步计划，帮我预约法国最权威的亲子子鉴定中心。孩子一出生，马上采集样本，加急出报告。夏小姐，鉴定需要陆景深的生物样本做比对。这个我有。离婚前我留了心眼儿，陆景深的头发、用过的牙刷，我都封存保管好了。
报告出来之后呢？包装成贺礼寄到婚礼酒店。我要让它出现在最热闹的时候。宝宝乖，妈妈知道你们也等不及了。你们的满月礼，妈妈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放在你们爸爸的婚礼上。双胎，情况特殊，马上剖腹产。结婚那天，陆景深牵着我的手走红毯，他说：“夕瑶，以后我们的孩子一定又乖又漂亮。”现在我一个人躺在异国的手术台上，我不怕。男孩很健康，女孩也很健康。哥哥叫晨晨，妹妹叫朵朵。晨晨、朵朵，欢迎来到这个世界，妈妈会保护好你们，谁也别想欺负你们。采样，现在就采。夏小姐，我最后确认一次，报告一旦寄出，在婚礼上被凶毒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全世界都会知道孩子的存在，陆家一定会来找您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想了10个月，比谁都清楚。报告出来了，中英法3语权威机构盖章。结论：陆京深与2名新生儿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，准确率99.99%。把它装进礼盒里，外面系上红色对带，里面附一卡片，打印一行字：致新郎新娘的特别贺礼，请司仪在仪式上当众宣读，给全场宾客一个惊喜。收件人：陆京深、顾雨桐婚礼礼宾台。算好时间，礼盒婚礼前一天送达。夕瑶，晨晨的眉毛跟你一模一样，朵朵的眼睛也像你，好看。礼物寄出去了？寄了。婚礼那天我去现场给你报告实况。还有3天就是婚礼，也是晨晨和朵朵的满月。顾雨桐，你的世纪婚礼我不能到场，但我的礼物会替我出席，好好收着。我这个儿媳妇啊，懂事孝顺，最重要的是肚子争气。我们陆家的长孙就在她肚子里，下个月就生了，是个男孩。我到了，第3桌，你那个礼盒就摆在礼品最显眼的 C 位，金色的，缎带特别亮，估计是工作人员包装最豪华放前排了。对了，陆景深脸色不太对，全程绷着脸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妈妈没给你们办满月酒，但是妈妈给你们准备了一场更大的仪式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环节，新人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贺礼，我们挑选其中最特别的一份，现场开启，与各位来宾共同分享这份喜悦。这份贺礼来自海外，包装最为精美，还附了一张卡片，卡片上说请司仪当众凶读，给新郎新娘一个惊喜。那我们就满足这位神秘朋友的心愿。200多万人，谁都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，只有我知道，那里面装的是陆家亲手扔掉的血脉。念啊！什么惊喜？快念！亲子鉴定报告：陆景深先生与2名新生儿，一男一女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，准确率99.99%。2名新生儿出生于1个月前今日满月。龙凤胎，陆总有一对龙凤胎。1个月前出生的，那怀上的时候不就是跟前妻还没离婚吗？我的天，前妻是怀着孕被离婚的。晨晨，朵朵，
夏夕瑶，是夏夕瑶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挑今天闹事，他想毁了我的婚礼啊！我的肚子就红了，新娘就红了。龙凤胎，我陆家的龙凤胎，还有个男孩，我陆家的孙子。顾雨桐当场见红被抬走了，沈曼云也进医院了。陆景深抓着报告站在台上一动不动，跟丢了魂儿一样。我这辈子没看过这么精彩的婚礼，值回票价。宝宝不哭，妈妈给你们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坏人的家，他们花了很多钱，把2个最珍贵的宝贝赶走了。他们以为自己赚了，其实啊，他们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弄丢了。满月快乐，晨晨、朵朵。是顾雨桐，她躺在病床上都不消停。我托人问了，这波水军是她闺蜜名下的营销公司接的单。夕瑶，咱们不能挨打不还手。婉晴，急什么？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那是对普通人。我从采样的第1天起，每一步都有公证。第一，请鉴定中心官网发布声明，公布报告编号，全球可查。第二，把采样、封存、送检的全程公证录像剪成3分钟发出去。第三，向那几家营销号发律师函，同时把他们的接单记录交给愿意报道的媒体。夕瑶，后续来了，顾雨桐动了胎气，连夜紧急剖腹产，生了个男孩，早产，孩子体弱，进保温箱了。最绝的是沈曼云，你猜她在病床上醒过来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她不问儿子的婚礼，不问顾雨桐，她抓着管家的手问那对龙凤胎在哪儿，还说那可是我陆家的血脉，还有个男孩是陆家的嫡孙，必须接回来。她当天晚上就出院了，连夜召集全家开会。你公公陆振海劝她，说当初做得太绝，8个亿把人赶出国门，现在还有什么脸去认孩子？别去自取其辱。沈曼云根本不听，拍着桌子说：“孩子姓陆，就得回陆家，他亲自去接。”让他来，我等他很久了。还有个事儿，我托人查了顾雨桐的底细。顾雨桐老家小县城的，他爸是个老赌鬼，欠了一屁股赌债。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抱年纪大的有钱男人。大学期间，他还有个正牌男友叫赵鹏，跟他同居了3年。后来他进城找到了更好的目标，一脚把赵鹏踹了。这个赵鹏现在在健身房当教练。这个赵鹏跟顾雨桐分手是什么时候？就晚他进陆氏之前没多久。有意思。这孩子不会是我的吧？如果是，那我手里攥着的可就是一座金山。夕瑶啊，妈来看你了。只放行1个人。孩子呢？我的乖孙呢？快抱来给奶奶看看。沈女士，有话直说。夕瑶，过去是妈不对，妈给你赔不是。妈当时不知道你怀着孕啊，要是知道，800个亿妈都不会让你走。现在好了，误会解开了，孩子是陆家的血脉，得回家认祖归宗。然后呢？是这样，晨晨是陆家的嫡孙，得回去继承家业，妈亲自带他，把他培养成接班人。至于朵朵嘛，女孩子就留给你自己养着吧，陆家也不亏待你们，每个月给一笔抚养费，够你们娘俩花的。你看多好，1人1个，谁都不吃亏。沈曼云，8个亿买断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一句，我肚子里有没有你陆家的种？现在跑到我家里来
挑挑拣拣，要儿子不要女儿。我的孩子是你货架上的商品吗？想要哪个拿哪个。夏西瑶，我这是抬举你！多少人想进我们陆家的门还进不去，晨晨跟着你能有什么出息？跟着陆家，那是几百亿的家业！我的孩子一个都不给，儿子不给，女儿更不给。在我这里，晨晨和朵朵一样金贵。好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孩子姓陆的血流在身上，你藏不住。我跟你打官司，打到你把孩子交出来。秦律师，下来吧。沈女士，我提醒您几点：第一，离婚协议白纸黑字，陆先生签的字，双方全部两清。第二，两个孩子出生在法国，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是空的。第三，孩子由夏女士独立抚养，抚养权没有争议。您要起诉，我们奉陪到底。正好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可以旁听一下，陆家是怎么用8个亿赶走怀孕儿媳，又怎么跨国抢孩子的。送客。晨晨，你看，那就是想把你买回去的人。他出8个亿的时候不要你，现在知道你值钱了，又想要了，晚了。张姐，把孩子放下。再晚10分钟，我不敢想。夏小姐，我错了，我家儿子等钱结婚，我鬼迷心窍。谁让你来的？只要男孩，连偷都只偷一个。报警。夏小姐，要现在公开吗？公开了，沈曼云身败名裂。先收着，这是刑事证据，也是法律底牌。他要是安分，这份东西就永远在保险柜里躺着。夏小姐，陆家在法国委托了律所，他们向当地法院提交了紧急申请。他们声称2个孩子是陆京深的亲生子女。您在未经父亲同意的情况下，将孩子带离婚姻所在地，并拒绝父系家庭探视。他们申请法院介入，要求建立临时探视机制，同时请求评估您是否存在阻碍儿童接触父系亲属的行为。偷不走就告。更恶心的是，他们没有在申请里提张姐的事儿，也没有提他们刚刚买通保姆偷孩子。哼，他们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想见孙子的可怜家庭。什么时候开庭？3天后临时听证。准备材料，既然他们要打，那就打。这一次，我不只要赢，我要法院亲自告诉他们，我的孩子不是他们想看就看的。陆家是体面的商业家族，孩子的父亲陆景深从未放弃孩子，孩子有权了解自己的血缘来源，祖父母想见孩子，只是出于亲情。不是我，那是管家自作主张，我只是想见孙子，我没有让人偷孩子。沈女士，如果您坚持说管家自作主张，我们可以申请传唤管家本人，同时也可以把这份证据移交刑事程序。届时，涉嫌跨国绑架未遂的责任人是谁，由警方调查。景深，一定是景深！法官先生，我儿子是孩子的父亲，他有权见孩子，他一定会
是陆景深，2名儿童的生物学父亲。今天提交这份声明，是为了说明3件事。第一，我与夏西瑶女士已经合法离婚，离婚协议由我本人签署。离婚时我不知道她已经怀孕，但这不是她的责任，是我的责任。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也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。第二，从2个孩子出生至今，我没有参与过任何抚养，他们的医疗、生活、照顾、安全，全部由夏西瑶女士独立承担。我没有资格在此时要求探视，更没有资格要求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。景深，你疯了！那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是不是被夏西瑶威胁了？是不是他逼你的？你是陆家的儿子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在说话？妈，夏西瑶不是外人，晨晨和朵朵更不是你用来延续陆家香火的工具。第三，我请求法院保护2个孩子，保护他们的母亲。任何未经夏西瑶女士同意的接触、探视、靠近都不应该被允许，包括我。如果将来夏女士认为我有资格见孩子，我会在她允许的范围内见。如果她认为不可以，我接受。我不会以父亲的身份强迫她，更不会允许任何陆家人以亲情的名义伤害她和孩子。如果我的母亲或者陆家任何人再试图用非法方式接触、带走、伤害2个孩子，我本人愿意配合警方调查，也愿意提供陆家内部所有相关信息，包括管家、资金流向、指令来源。陆景深，我是你妈，你为了那个女人要送你亲妈进监狱？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2个孩子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已经错过1次，不能再错第2次。反了，都反了，1个2个都反了。夏西瑶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绝？你们陆家真有意思。你们出轨的时候叫真爱，你们逼我离婚的时候叫补偿，你们偷我孩子的时候叫想孙子，我保护我的孩子就叫绝。夏西瑶，夏小姐，法院保护令需要同步公开吗？不用，暂时留着。沈曼云这种人最擅长在人前扮可怜，他现在输了官司，回去一定会换一种方式。西瑶，你婆婆疯了！钱婆婆，行，钱婆婆疯了，你自己看新闻。当年是我糊涂，不知道儿媳怀有身孕，铸成大错。我这个当奶奶的日思夜想，就想弥补孩子们。下个月18日，我们陆家将在国宾酒店举办认祖归宗宴，迎接嫡孙嫡孙女回家。我相信西瑶是个善良的孩子，她会带着孩子回来的。好一招先斩后奏，在我这里碰了钉子，回国就换了打法。日期替我定好了，酒席替我定好了，请柬都发出去了，对外还放话母子即将回国团聚，搞得全网都以为我原谅陆家了。这就是道德绑架，他把生米往熟饭里煮。你要是不去，全网都会骂你狠心，不让孩子认祖宗。你要是去了，就正中他下怀。这老太婆哪儿坏蔫坏的。婉晴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吃这种亏？他要办宴席，行啊，我就送他一份开席大礼。啊，你又要寄东西？这次不寄东西，这次我亲自上。秦律师，帮我协调一个直播平台，要最大的那个。认亲宴当天上午，我要开一场直播。夏女士，您确定要亲自下场？一旦开播，您就彻底站到台前了。
确定。躲了这么久，也该让大家认识认识我了，顺便认识认识陆家。沈曼云，你不是喜欢开发布会吗？你不是喜欢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演戏吗？好，我陪你演，只不过这次剧本我来写。宝宝们睡吧，妈妈明天要替你们出一口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夏西瑶。今天下午，陆家要办一场认祖归宗宴，主角是我的2个孩子，但是我孩子的母亲没有收到任何邀请，也从未同意。在酒席开始之前，我想让大家听听这1年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1年多以前，我婆婆沈曼云把我叫到书房，当时我丈夫陆景深的秘书顾雨桐就站在她身边。怀孕5个月，我婆婆拿出一张8亿的支票让我签字离婚。她的原话是：3年了，你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陆家要的是能开枝散叶的媳妇儿，不是摆设。我怀着陆家的龙凤胎，被陆家用8个亿赶出了家门。孩子出生后，事情曝光，我婆婆飞到法国找我。大家猜猜，她是来道歉的吗？8个亿赶我走的时候，没人问过我肚子里有没有孩子。知道有龙凤胎了，跑来只要孙子不要孙女。我拒绝之后，他们不经过我同意，就办什么认祖归宗宴，把日期都替我定好了。我就问大家一句，这样的人家配让我的女儿认祖归宗吗？我的儿子和女儿一个都不会姓陆。直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沈女士，请问您说过孙女是赔钱货吗？监控视频是真的吗？您只要婶子，不要孙女。8个亿赶走怀孕儿媳，您现在后悔吗？沈女士，网友说您重男轻女，老思想害人，您怎么回应？滚！都给我滚！网友评论：认亲宴变笑话宴，全城最贵的一顿冷菜。老太太亲手把陆家的脸按在地上摩擦。朵朵，有人说女儿是赔钱货，但妈妈告诉你，妈妈的女儿是无价之宝。有事说事。西瑶，是我。西瑶，对不起。我妈做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了。认亲宴不是我的主意，我拦过她不听。我看了你的直播，看了整整10遍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走的那天，你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说？你要是说了，我不可能让你走，我不可能。陆景深，你带着怀孕的秘书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说什么有用吗？你妈拿8个亿砸我脸上的时候，我说我怀孕了，你们会信吗？你们只会说我编瞎话赖着不走。西瑶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把顾雨桐赶走，我净身出户都行，钱股份你要多少我给多少，只求你带着晨晨和朵朵回国。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孩子没有爸爸，是从你签离婚协议那天开始的。陆景深，听清楚了，晨晨和朵朵会跟着我在法国长大，他们的抚养权你没有，他们的继承权跟陆家没关系，你永远无权干涉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怪不了任何人。陆景深，最后送你一个问题，你抱在怀里的那个儿子出生的日子，你自己算过吗？什么意思？顾雨桐进公司之前谈过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，你查过吗？你什么意思，西瑶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没什么意思，自己去算，自己去查。点到即止，剩下的让他自己发疯去吧。把我儿子还给我！
顾雨桐，孩子是我的，我算过日子了。你怀上的时候还在跟我交往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胡说，孩子7个多月早产，糊弄鬼呢？那孩子足月的很，怀上的日子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那时候你一边跟我处着，一边勾搭你们陆总，脚踩2只船。赵鹏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！就你，健身房1个月挣几千块的穷教练，也配当我儿子的爹？我儿子是陆家长孙，你少来攀关系！穷教练，我穷的时候你怎么不嫌弃？大学4年，跟我同居3年，我送外卖挣的钱给你买化妆品，你忘了？你闭嘴！你爸欠赌债，是谁陪你回老家跪着求债宽限的？后来你进城了，看上有钱人了，一脚把我踹了，微信拉黑，电话拉黑。大家评评理，他进陆氏之前肚子里就有过一个孩子，打掉的，打的谁的，他自己知道。他爸欠的30万赌债是他傍上一个50多岁的老板还的。他这个人从头到脚就没一句真话。你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孩子是我的就得归我，陆家的家产得有我儿子一份儿。夕阳，快看，不用你动手，他们自己撕起来了。你不评论几句，现在全网都在等你发声。没必要，脏水让脏人自己泼去，我的手是用来抱孩子的，不碰脏东西。我为了这个孩子，逼走了怀着龙凤胎的妻子。我为了这个孩子，办了那场沦为全网笑话的婚礼。我管别人的孩子叫了几个月的儿子。孩子是赵鹏的。顾雨桐，你骗了我多久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假的，这报告是假的，是夏夕瑶，一定是夏夕瑶做的假报告陷害我。景深，你要信我，孩子真的是你的。是我亲自送检的，我亲手取的样，我亲眼盯着出的结果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怕失去你，我太爱你了，我才不敢说。孩子虽然不是你的，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呀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原谅我这一次。陆七，我们那场婚礼连证都没来得及领，把他的东西收拾出来，今天之内让他带着孩子滚出这个家。是，陆总。另外，通知法务部，婚前婚内他骗到手的房子、车子、珠宝、卡里的钱，走法律程序，一样一样全部坠毁。陆景深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我为你生了孩子。你为赵鹏生了孩子。什么？长孙是别人的孩子？那我那8个亿赶走的。你来干什么？赵鹏，孩子是你的，鉴定报告都出来了，你得养。养什么养？孩子跟陆家1毛钱关系都没有了，陆金生1分钱不会出，你让我养？孩子是你亲儿子。亲儿子怎么了？我1个月挣5000块，你让我养一个天天跑医院的病秧子，我图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以为孩子能分陆家的家产，我搭理你。这不是那个豪门白月光吗？就是他，婚礼上被穿那个。
赵鹏，孩子烧到39度了，你给我2000块，我带他去大医院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没钱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陆金生老男人有钱老板，一个接一个，你找他们去啊。他是你儿子。是我儿子又怎么样？现在套不着陆家钱的时候，想起我是亲爹了。这就是你那个前女友啊，还真是新闻里那个小三。夏夕瑶，都是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不会这样。要不是你，我已经是陆太太了。顾雨桐，到今天你还觉得是我害了你？不是，你是谁？你抢别人丈夫的时候是我逼你的，你怀着别人的孩子嫁祸陆景深是我逼你的，你买水军造谣举报陆氏，把所有人拖下水是我逼你的。顾雨桐，你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你自己的贪心。我不能坐牢，我孩子还在国内，他发烧了，他还在等我回去。夏夕瑶，你帮帮我，你那么有钱，你帮帮我的孩子，他还是个婴儿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联系国内儿童救助机构，孩子该治病治病，该安置安置，费用我可以匿名出。但是顾雨桐本人该走什么程序就走什么程序，从现在起只认法律程序，不认人情。明白。我走了那么远，追到法国，不是来报仇的，是来看清楚自己到底输的有多彻底。夕瑶，你说这人图什么呢？要是当初他不插足你的婚姻，安安分分找个人过日子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。现在好了，陆家不要他，赵鹏不要他，连他爸都躲着他，众叛亲离，一个人都没剩下。他自己选的路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后果也该由他自己承担。也是。对了，陆氏的调查越查越深，陆景深怕是要担大责任。还有你前婆婆，听说病得下不来床了，天天在病房里念叨孙子孙女。他要是聪明，就在国内好好养病。夕瑶，开开门，妈求你了。沈女士，还有什么事？夕瑶，妈知道错了，妈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次来，妈什么条件都没有。朵朵，我们也认了，孙子孙女都是陆家的宝，一样的宝。妈不接他们回国了，就在法国认，行不行？办个仪式，上个族谱，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，留条根，给陆家留条根。公司被查了，景深要担责了，你公公也病倒了，陆家3代人挣下的家业眼看就没了。夕瑶，陆家就剩这2个孩子了，就剩这一点血脉了。沈曼云，你跪错人了，您跪的不是我，您跪的是陆家的家业没人继承。要是陆氏现在还风光着，要是顾雨桐的孩子真是陆家的种，您今天会站在这里吗？不会。您到今天都没搞明白，您错在哪儿？夕瑶，妈老了，妈就想在闭眼之前，看着孙子孙女认祖归宗。认祖归宗，当初那8个亿买断的不只是我的3年婚姻，还买断了你们做爷爷奶奶的资格，钱货两清，概不退换。我再告诉你最后一件事，我的孩子不需要认祖归宗，他们的根不在陆家的族谱上，我就是他们的根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夕瑶，夕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孩子的亲奶奶啊！走喽，回家吃饭喽。夕瑶，陆氏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多年的违规操作全部查实，罚款、整改、追责一样都跑不掉。陆景深作为负责人，难辞其咎。集团被迫重组，
核心资产卖的卖，抵的抵，那个曾经全城排前3的商业帝国没了。还有你公公陆振海，老爷子撑了大半辈子，看着家业一天天垮下去，心力交瘁病倒了。现在陆家一个躺在病床上，一个缠绵病榻，一个等着受罚，全城的人都在看陆家的笑话。一栋楼要塌，从第一根柱子烂掉的时候就注定了。陆家的柱子是他们自己一根一根砸断的。夏女士，陆景深委托他的律师转达了一个请求。他说在接受处罚之前，想见晨晨和朵朵一面，就一面。他还写了一封信，托我转交给您，您看不看？寄过来吧。夕瑶，我不求原谅，我知道我不配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在我进去之前，让我看韩孩子们一眼，就一眼，隔着玻璃都行。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不能去！夕瑶，你忘了他们家怎么对你的了？8个亿把你砸出门，任清燕逼你低头，哪一件是人干的事儿？现在落魄了，装可怜了，你可别心软，万一这是个套呢？他现在这个苦境，翻不起任何浪。再说，有秦律师在，有完整的法律文件，他碰不了孩子一根手指头。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见？就为了让他看一眼？他配吗？婉晴，我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晨晨和朵朵。孩子总会长大的，总有一天他们会问我，妈妈，我们的爸爸呢？到那一天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们，你们的爸爸做错了事，付出了代价。但是在最后，妈妈给过他一个告别的机会，他见过你们，抱歉过，祝福过，这样孩子们心里就不会有一个填不上的洞。夕瑶，你比我强，换成我做不到。行，你决定了就去，我陪你。宝宝们，下个星期，妈妈带你们去见一个人。见完这一面，咱们和过去的所有事就彻底两清了。你们出生的时候爸爸不在，你们满月的时候爸爸在办婚礼，你们第一次笑，第一次翻身，第一次爬，爸爸一次都没看到。爸爸这辈子最不配的就是爸爸这2个字。朵朵，爸爸的乖女儿，你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晨晨，你是哥哥，要保护妹妹，要好好孝顺妈妈。你们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她一个人把你们带得这么好。陆景深，时间快到了。这是我奶奶留下来的，她走之前说，留给她的重孙辈一人一块，一块给晨晨，一块给朵朵。夕瑶，我知道我妈说过什么混账话，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在我心里，儿子和女儿一样重要。谢谢你，把他们生下来。谢谢你，把他们养得这么好，对不起。夕瑶，我走了，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保重。夕瑶，大喜事儿，咱俩合伙的画廊下个月开业。场地装修好了，首展的画也定了，就等你回来剪彩。你自己剪不行吗？不行，必须你来。现在全网都叫你独自带娃逆风翻盘的传奇女人。行，我回去，不过不是为了什么风光，是该带孩子回去看看了。晨晨，朵朵，谢谢你们，在妈妈最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。
谢谢你们选我做妈妈。过去的事，妈妈都放下了。往后余生，妈妈不带你们记恨任何人，妈妈只带你们看遍山海。这一页翻过去了，彻彻底底的翻过去了。